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想要说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这一长串，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当然，这段话可能不太好理解。那么它的意思呢，就是给一张图片，再给一组词，那么它可以根据这组词，然后去将你的图片去变成对应的一个视频啊，效果还是不错的。下面呢还有另外一个项目啊，这两个项目应该是同一个团队做的。那么下面这个项目呢是上一个项目的一个补充。因为我们上一个项目生成的视频是没有声音的啊，所以下面这个项目呢，它是相当于是加了个声音，然后呢会把视频中的这个人物、嘴唇，那么进行一个同步处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虚拟人啊。这两个项目呢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我们看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个效果，这个呢是它的一些效果，比如说这边一张图片，这边呢给一个词，对吧？它可以根据这个词呢来生成一个对应的结果。这个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两个项目，我们一个一个来。我们先说下面这个，这边是它的实例，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大家注意它这个眼睛，对吧？在眨，然后呢头在上下动，啊，这个效果是不错的。好，再来看另一个，啊，这个女孩在水里，看这个水面的波动，这个效果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这边还有这个啊，来看一下，这本来是一张图片啊，然后它经过它的一些运算呢，大家看这个手，是吧，在动，嘴也在动，头也在动啊，整个身体都在动。那么这个画面呢，我们给它配一个声音，配个音乐啊，那么这个整体的效果呢，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来看第一个项目，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项目，这个体积比较大，这边是模型包，这个模型呢就26个 G，所以说我给大家的压缩包里是没有模型，模型需要大家自己下载。那么这个下载地址呢，这儿我会把地址给大家，这个大家自己下就行。然后呢，下面使用的话有两个，我们先说上面这个，大家点这个启动。好，稍等一下啊，这个启动有点慢。我们这个项目呢，对这个配置的要求还是有一点高的。如果大家没有12G 的话，那么可能跑不动。我这个12G 还勉强能跑，但是需要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配置到底是多少啊。不过我们没有12G 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使用下面这个命令行来玩。这个我们给大家分别说，先说第一个。好，我们大家看一下，在这边它已经给我们出了两个地址，这边是第一个地址，下面还有另外一个地址，我们使用上面这个就可以了。把它打开，这样呢就打开了它的使用界面，可以看一下这个下面有个例子，点一下啊，这边我们需要学习一下它这个提示词的描写方式啊，这样的具体怎么写呢？这边有很多的例子，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这个人在弹这个吉他，那么他这个描写呢比较简单，就是 playing guitar，直截了当的说明这个人在干嘛。下面这个也是，这个大家可以来学习一下他这个描写方式，这个可以让我们这个动作呢更精准，然后效果可能也更好一些。这个图片大家自己选一张，下面一些选项啊，大概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是随机种的，这个大家都了解。那么这两个呢是用来控制视频的一个长度，这边是6帧啊，就是每1秒6帧，那么这边12帧的话就代表2秒钟，大家可以自己去填那个数字，以决定这个视频的一个长度。好，下面这个选项，下面这3个还是比较要紧的，就是这个负1，就是保证这个使用参考图像的大小，就是这个图片到多大，那么我们可能这个视频就多大。这边后面还有另外一个选项，这个大家看这边有个公式嘛，它就是这么算出来的，就是这个负1乘以1，这个就是不会改的意思。当然你要改这个比例的话，那么最终视频的宽高比呢，可能也会有一个相应的变化，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调整一下，去试一下结果。那么这个呢需要注意，它这边给了个限制啊，小于960，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啊，其他选项没有了。我们来点这个生成按钮，让它来出一个结果，点一下。那么这边呢会开始运行啊，因为这个确实有点慢，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就好了。这个是我的这个显存的一个示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呢就14个 G 了，对吧？这边我12G 都不太够啊，使用了3个 G 的这种共享内存，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没有12G 显存的话，那么跑这个可能是比较痛苦的，比较慢。这个其实最好的显存应该是16G 啊，16G 应该是比较跑的比较溜的。其实低于16G 呢都比较痛苦。然后我们如果是大家配置不太够，当然我们就使用下面这个命令行工具啊，我们利用这个命令行工具来跑，这个还是可以使用的。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这个啊，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这边就不等了，我这边就直接跳过了。
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命令行，先把这个关掉，打开这个命令行啊，把这个编辑。那么这边呢，我都给大家配置好了。我们需要修改一些内容，然后需要修改什么呢？我们需要在这个文件里面进行修改。你找到这个文件，它这个是在这儿，这个是你的图片路径。如果你想用自己的图片，那么把你的图片路径填到这里啊。这个下面其实不用改，就保持默认就行了。把你这个图片的这个宽度和高度填一下，把这两个改了，其他的应该不需要动。这边有个比例，这个比例就是我们刚才说刚才那个界面上那个比例，这边有个说明啊，就是这个视频的这个尺寸是根据这个公式来的。那么就是比方说你宽度736，那么会乘以一个0.957，其实也不需要改，不管你这个宽高多少，同样的比例就可以了。这个大家改这个，这是第一个需要修改的地方。第二个呢是改这个 name 根据你这边图片的名字来填然后呢这是你的提示词，给大家自己填。改这个3个地方，把它修改之后呢保存，然后呢去运行你这个命令行工具，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你最终的一个结果。这个跑起来呢比较省内存，显存也比较小。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我就不改了，用它这个默认的。那么我们来双击启动，好，现在就开始跑了。稍等一下，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命令行工具下需要的显存有多大。看一下我们在命令行工具之下呢，这个显存啊只占用了8个 G 左右。那么这个占用的话，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能跑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显存不太够的话，那么你就使用命令行工具如果大家有12G 显存以上的话，那么你可以使用这个 UI然后去跑你的这个内容。当然是推荐其实是16G 啊，16G 显存应该跑得比较溜。那么16G 以下的话，可能就比较痛苦了。这是这个我们就不等了啊，因为我已经提前做好了，直接给大家看结果。它这个命令行工具生成的结果是在这个文件夹里 ，output 这个是我生成的结果，看一下。因为我们只做了1秒，时间比较短，大家注意看。眨了一下眼睛，效果还是不错的，效果确实可以。这是这个，然后呢，我们还有那个视频还没说啊，再启动一下。好，我们现在打开了使用界面啊，这边我们说这个视频到视频，这边有一个选项，有个例子吧，点一下，这是这个视频，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视频到视频呢有一些规则，提示词这个是一样的，这个还是大家自己去写。然后这个图片和这个视频，大家注意看这2个动作，人的动作和这个视频里面人的动作是一致的。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提示啊，它要求这个图片的动作是需要和这个视频的这个第一帧的动作是保证一致的，那么这样最终出来的视频的效果肯定会好。然后它要求我们说，你可以使用这个纹身图的工具啊，生成这个相应的一个动作。我们这边的话给大家简单做个演示，然后呢，我用这个 Canva UI 来做，打开你自己机器上的这种绘图工具就可以，不一定非得我这个。那么这边是我们一个图生图的一个流程，我们把这个图片把它截取下来，简单一点，截一下，然后保存下来，然后把这个图片把它打开，这是我们这个动作。那么这边就什么都不要填了啊，因为我们要保证同一个动作。这边应该也不用改，就是默认的。我们来看一下效果。这样的话可以生成一个跟这个动作一致的一个图片，然后我们就可以拿来使用。现在我们图片出来了，看一下，这个就是它给我们生成的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挺好的。然后我们把这个图片拿下来，然后把它去传到这个地方那么就可以作为这个参考图片让大家生成一个相应的视频了。直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吧，它这个视频的结果还是挺不错的。至于下面这些的话，保持默认就行了，大家都不需要动。这跟我们刚才那个前面那个说明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说的。这边的话有一个控制条件，这个因为它其他都不支持，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保证默认就行了，然后直接点生成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这个视频到视频的一个做法。那么这边呢，我们直接看一下结果吧。给我们的这个示例的结果是在这个是它生成的一个动作，这个地方看一下，这是手部
腿部跳动，这跟我们这个它这个参考视频的动作是一致的。大家看这个动作。那么它最终生成的一个结果呢，这里文件夹里没有带，我们在这网页上看一下这个结果。大家看这个动作跟我们刚才那个视频的动作呢是完全一致的。它这边的话用了2张参考图片啊，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那么最终的效果呢确实还是不错的。还有下面这个，整体的效果确实不错啊。至于这个，我这边给大家做演示呢，因为我这边跑不动，所以没办法了。这个大家自己尝试吧。那我们还是刚才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显存不够，那是不是就没法用了呢？可以啊，可以使用命令行工具。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关掉，命令行工具还是这个，大家打开就可以了。不过我建议大家复制一下啊，不要用这个了，然后你复制一个编辑，然后把这个命令改一下。在哪改呢？在这儿，这个下面是有一个这有个命令，这个，然后这个命令的话，我会给大家做好，这个大家拿过来直接改就行了。我会把它全部改成这种格式。还是按照这个前面的这种方式啊，然后去改这个文件就可以了。所有文件都在这儿啊，这是我们这个命令行工具的使用，这个也是大家自己去试就行了。然后呢，这个第一个工具啊，我们就说完了。然后我们来说第二个，这个是我们的第2个项目，打开，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启动啊，点一下。这个项目的模型不太大，总共4个多 G 吧，所以这个的话大家不用自己下载了，可以打到压缩包里。大家一起下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先看看它的效果。对任何技术进行评分的正确方法，不是将其与竞争对手进行比较，这太容易了。大家看这个嘴部的效果非常的好，可以说是。我们再来看一个。Before I chased a wayward gale, now I hunt a storm of darkness. 效果确实不错。前面这个呢是他用上一个项目生成的一个视频。是没有声音的啊，但是有动作，大家看，这个是这个，然后我们看这个声音。有人伏地，我手拿利器，白头走你，我行我素，保持我的风度。它这个声音还挺有趣的。这个项目的整体的效果确实不错啊，基于上一个项目生成的这个没有声音的视频，这个视频呢是嘴部是没有动作的，大家看一下。只有这个头部、脸部的动作，嘴是不动的。那么在嘴不动的情况下，加一个声音啊，然后呢，通过现在这个项目，然后去做这个嘴部的一个动作啊，这样的话，整体的效果呢，就确实要比其他的这种数字人工具的效果要好很多。这个确实是它的一个特点，一个很大的优势啊。这边应该打开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使用界面，同样比较简洁，没有太多东西。这边选一个声音，那么这个是我准备的一个声音啊，听一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是一首诗。然后这个视频呢，我们来选，就选他给我们的这个例子吧。他这个声音挺好听的。他这边呢给我们提供了2个示例，然后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这个我们选了一个男的，觉得这个人比较帅气，就用他。这个呢同样是没有声音的。只有这个脸部和眼部的动作，然后我们用这2个例子来给大家做个演示。这边下面这一项我这边没有给大家汉化，当然它的意思也比较容易。它的范围，咱们官方这边有个说法是负9到正9之间，这个在下面看看在哪，在这个地方，负9到正9。那么这个选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嘴巴的张开程度啊，如果这个值越大，那么嘴巴的张开程度越夸张。这个负7的话，代表这个嘴巴的程度可能没那么高啊，所以我们这个为了保证这个效果呢，使用它这个官方给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个负7，代表这个嘴部的动作不会太大。其他也没有什么，点这个生成按钮，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这个工具的对显存的占用啊不是很高，比前面那个项目要低，所以这个我们还是可以去期待一下的。这边有一个这样的错误，它其实不是错误啊，它不会影响最终的结果。就如果大家看到有这个出现的话，那么你可以忽视它，它不是错了，它是可以接着用，这也没有什么影响。
好，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已经做完了，但是它这边显示错误啊，里面报了个错。其实这个不影响啊，因为它这个错误呢是这边有一个临时文件，这个临时文件呢在我们这个文件夹里面看一下，这个地方啊有个临时文件，它是想删除这个临时文件的时候，发现另一个程序在使用这个文件，它所以报错了。这个东西呢，因为它不影响最终使用，所以这块的话我就没去找它为什么会报这个错。反正它不影响使用啊，它最终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在这儿，我们看一下，在这儿，这个是最终的结果，看一下效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骤如青丝暮成雪。这个呢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效果。大家看这个嘴唇呢会有一些微微的抖动，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这边填的数值呢是负7，它可能这个数值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值呢是需要大家自己去调整的。因为我们只是做演示呢，所以就不去调这个数值了，这个大家自己尝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可能跟你这个生成的视频有关系，所以这2个项目呢是需要连起来使用的。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内容，它这个工具呢同样是可以使用命令行工具的。它这边给了我们一个命令，那么这个命令啊，其实它是可以显示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需要调整的这个值。它这个有一个细节，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翻译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啊，它一张人脸的图片，那么它分了很多的这种数值，而这些数字呢，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方法，然后去获得。这个命令呢，我给大家做好了，我们这边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里面呢，它其实就是我们这边这个命令啊，我把它贴过来了。那么这个命令呢，我们可以直接来运行一下啊。好，这边我们让它启动，然后呢，我这边来给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意思。这边它是有这样一个文件的啊，在这个目录里面，所以我们找到这个目录，在这个里面，这儿啊，这是这个文件目录啊，大家看到了，它是有2组数据。我们运行完之后呢，会得到2个视频，这是这个文件的一个作用。而且同时呢，它会得到下面的一些数据，它会告诉我们说这个视频总共有多少帧，然后呢，它的这个范围，就我们刚才说那个值的范围，它的范围是多少，当前的值是多少。那么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得到的这个数据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正在运行，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第一个视频呢，就是这个。上面这个视频，那么它告诉我们说这个它是有268帧，然后总共呢它的这个调整范围是-21到23。那么从这个数值上可以看到呢，就是其实它这个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可调整值的范围都是-9到-9之间，像它这个的话就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具体要做一个视频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运行一下这个命令的，然后呢来看一下你这个图片或者说这个视频它的可调整的范围到底是多少。然后你知道这个范围之后呢，去有针对性的调整，那么我们得到的结果呢，才肯定是效果好，才是你想要的一个结果。那么是这样，我已经跑了一个这个命令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那么这个呢是我之前跑完的一个命令，大家看这个第一个视频啊，-21到23之间。那么第2个视频的话，它就是-9到9之间。这个也是说明刚才这个结论啊，它并不是都是-9到9之间，这个是需要实际看情况的。那么它给我们的数据最终是存到这个目录里面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找一下这个位置，这个是生成的结果，看一下。每个人到了一定年纪，一切都看淡了，顺其自然地活着，珍惜所有的遇见，笑对离开你的人，珍惜陪伴你一程的人，为他送上最美的祝福。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只有懂得理解和珍惜。好，这是这个效果。大家如果说觉得这个嘴部还是有问题，那么你可以去调整这个数值，因为我们这边运行了，它这个的第2个视频的这个范围呢是-9到9之间，我们当前呢使用了-7这个值。如果大家不满意的话，那么你就去调这个数值，而上面这个呢我们去调整也是同样的，直到你满意为止。然后如果说大家想使用你自己的视频还有你自己的声音啊，那么你把相关的路径把它填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看得懂，这个我们就不去细说了。
可以自己尝试一下了。大家拜拜。